但是啊，未来我个人认为它的发展一定会发展，没办法，你对面是205兵工厂那么又大又方正的特茂土地呢，然后还会有新的公园。好，那就是看未来什么企业来标这块土地，然后经营成怎么样，有多少人在这边上班，就是要等啊。我的意思就是要等啊，因为205兵工厂那个 NVIDIA 看起来就是不会来嘛，下一个要等谁来还不知道谁够格来使用这个土地也不知道，然后特茂6还流标，所以就是要等啊，等出一个眉目。我个人未看现在也10年了，所以你说这附近的中古屋你要不要先进，我也不知道。如果你钱真的是足够的多，10年15年你都不会用到，你要上你再上。我们现在还是做确定会有搞头的地方就好了，比方说亚洲新湾区那个范围里头，靠近高雄市总图啊，靠近高雄软体科学园区这边的中古屋，我们先做这边就好了。为什么不用等呢？几乎是完全不用等了。特茂3北基地动工，特茂3南基地北侧动工，特茂3南基地南侧动工然后特茂2红海捷运 Y15 连开案，预计2034年会完工，然后特茂1准备要处理要招标，就这样啊那这边的话是很明确确定的，205兵工厂真的要看呢，除了 NVIDIA 以外，有谁有这么大的实力去把它开发起来？不知道。那如果它变成一个园区，就是有数百间、数千间公司塞在里面，就很像细致，不是有那种什么细科大楼吗？那种的话，又怕里面又久了以后又变成下一个85大楼，我也不知道那这个的执行就是考验高雄市政府的智慧了。高雄在地人闲聊，经营岛购物中心16年盛衰全解析 ，AI 目光城建案接手，房价还会继续喷吗？先说结论经营岛购物中心，这个你有没有逛过这个会倒的原因就以下3个，又来了第一，消费者购物习惯改变；第二，电商兴起；第三，交通环境大幅度改善。总体来说，又是那个老话商圈会失败就是转型的速度还不够快。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老屋翻新的隐藏成本有哪一些，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金银岛购物中心为什么会消失呢？这次我们来讲金银岛购物中心，你有没有听过还是你去的时候还在妈妈10块，所以你也不记得了它长这样还是没印象嘛帮你补个 Google 街景这样如果还是没印象的话，那你应该是相当年轻讲一下金银岛购物中心的基本资料。1999年4月10号正式开幕，然后当时是南台湾首座大型主题化国际化的休闲购物中心。有多大？它的基地面积是10189坪这个真的很大有多大？就是梦时代的基地面积是15000坪所以它大概是梦时代的2/3大小。我们继续讲就是那时候的金银岛购物中心有多厉害。你看这张图片，民国88年4月10号，副总统主持金银岛购物中心开幕典礼。那时候的副总统是连战连先生你能想象哪个购物中心那边请到副总统来站台嘛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他的咖位有多大。金银岛购物中心，那它的地理位置是在现在高雄的环状轻轨的凯旋瑞田站旁边，位于凯旋4路上附近就是高雄梦时代跟 Costco 的高雄店，再过去一点就会到经贸园区这样。好，那这个购物中心当初风头无两非常热闹。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在1999年的时候是高雄的地标，会员数一度达到15万人。好，那这是什么概念？就以当时的高雄市来说，总人口数是151万等于说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是金银岛的会员。你这样听起来还好，可是你要想1999年那个时候也没有出现像现在一大堆眼花缭乱的会员各种操作，什么累积点数送什么送什么，他就是加入会员让你留资料寄 DM 给你，就这样子而已所以通常一个家庭只会有1个人去加会员，就是老爸去加嘛，还是老妈去加，就这样所以以这个前提来看，有1/10的高雄人有金银岛的会员，你可以解读成每2个家庭就有1个家庭有办金银岛的会员是到这种等级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金银岛购物中心会没落那我们也来讲一下说为什么那么强的购物中心就会倒掉，而且它倒的速度很快。
也不是发生什么大型火灾之类的哦。以购物中心来说哦，真的是陨落的速度超级之快哦。它是1999年4月10号开幕，什么时候倒的？2015年3月31。那不是说在倒之前都还很热闹，是要倒的时候早就不行很多年了哦。它只经营了快16年哦。它为什么会消失哦？一样整理一下几个原因。第一，消费者购物习惯又改变了。这个原因哦，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南华商圈都很像。南华商圈就是传统市场，然后大同百货开了以后，它就急了。同样的哦，我们刚才有提到梦时代就在金银岛旁边，有多近？开车5分钟。而且金银岛属于旧形态的百货，就是只有一层啊，而且主力为量贩店，所以它的危机就跑出来了。那梦时代是2007年开幕的，好停车又有冷气，路程只要5分钟，就非常的适合家庭带小孩推娃娃车去，你知道，干净的厕所又有冷气哦，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开车的话，那你看你要梦时代还是金银岛？当然是梦时代啊，对不对？不只是消费的需求，它娱乐的需求也兼顾，小朋友玩的跟上面摩天轮跟电影院哦，通通都有，所以就不会输。那你说，可是金银岛又量贩店啊，怎么会输？好，这就是另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被打到。从梦时代开车到 Costco 高雄店3分钟了，哎，超顺的了，哎，所以说金银岛的量贩店这个功能也被 Costco 消灭。然后顺便补充个背景知识给你哦，刚刚想到，就 Costco 高雄店哦，是台湾第一个 Costco 店。然后你知道它多久以前就开幕吗？真的是你没查你不知道哦，它1997年就开幕了呢。所以它在那里，你看开幕快30年了呢。今年2025嘛，就25年哦，再加3年，28呢，超早的呢。其实 Costco 在台湾超早就落地，第一家叫高雄，然后前10年、15年也是所谓的半死不活，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台湾就夯起来哦，就是 Costco 的，你去里面买东西好像很尊爵不凡，曾经有那个时候，当然现在大家都是 Costco 的会员就还好哦。那时候你那边为了要买到进口的东西，你去办个会员还要付钱，是一个很鸟蛋的事情就对了，所以就一直不温不火哦。那当然到现在 Costco 就是一个生活质感的潮流啦哦，反正就是这样。它1997年就开了呢，比金银岛购物中心还早呢。也就是说，高雄人哦，先有 Costco 可以逛哦，有会员卡，然后才有金银岛购物中心的会员卡，就变成这样，量贩也被打。第二，电商崛起哦，电商这个事情我们不多讲了，状况都差不多，就是2010年开始，网络购物开始盛行，所以很多人就跑去线上购物。就算他要去实体购物，也是去有冷气的地方。以高雄来说，梦时代哦，而不是金银岛，因为梦时代还可以约会，你知道，你要怎么去约会，就跟人家约在一个量贩店里面约会很难啊。但是你约会约在梦时代，就很 OK 啊，又有电影可以看，又有摩天轮可以坐，又有吃的喝的餐厅可以用，好，非常的方便。而且你把女生约去梦时代没有什么问题，你知道，人家不会觉得说你心怀不轨哦。来，第三，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以前的高雄非常的依赖汽车、机车，尤其是机车，因为捷运什么的都不发达。但是从2008年高雄捷运正式通车以后，就有一部分人更倾向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这证据是什么？就是现在新兴的商圈都在捷运旁边，例如说巨蛋商圈旁边是巨蛋站，好，然后金银岛旁边什么都没有。那像我们最前面提到的凯旋瑞田站，它什么时候通车？2015年10月16号试营运。那金银岛什么时候倒的？2015年同年哦，3月31号。哎，也就是它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撑到通车，可它就倒了哦，就这样。最后你要知道，金银岛购物中心这块地最后怎么了？这么大的土地哦，我们也讲一下金银岛购物中心这块土地后面怎么样了哦。它有1万坪的土地耶，应该很好利用吧？哎，没有，这块地是台糖的，然后从2015年闲置到2022年。最后是由清景林建筑团队跟3D集团，3D哦，不是3立哦，联手以总价43亿1111万元得标，而且也不是整个标走，就是标金银岛一半基地而已。标来干嘛？但是盖房子啊，哦，盖出来了。来，你看这张街景，哪个案子 ？AI 目光城啊，反正现在什么就是要跟 AI 扯上关系就对了啦。哦，然后新闻在这边，标题我念一下。清景林营运主轴交屋优先，年底重启造镇大案 AI 目光城，说预计今年12月要开始销售，然后总计有1500户等等有的没的。江湖传闻一坪会开到5字头，4字头也有哦，可能就是楼层比较低或有的没的。
格局我也看到了，就也没有到烂啊，就是普通啦就这样。先说这个不是业配反正就是原本那块土地就真的有一个新的案子叫 AI 目光城，你有兴趣你再去看我想我们也不用讨论那边房价会不会喷起来因为前镇区那边门牌前镇的表现一直又不错，它又是亚洲新湾区所以等这个虽然有点远了，AI 目光城出来附近都是空地，它只有后面是个老旧社区，前面还是反正你出去要干嘛，你还是要骑车开车，这样有点远了。可是它就是在亚洲新湾区啊。等这个预售案价格出来之后还会再拉动当地的房价一波，因为在 AI 目光城的后面那边的老旧社区那个一坪20万以下都还找得到。所以说，你说对房价有没有帮助？我会说一定有，因为原本那边就没有新案，现在开了这个新案会活络附近的老旧中古社区，那附近的公寓跟透天还是很多的好了，那我们也讲的差不多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了高雄曾经盛极一时的金银岛购物中心，我为你分析了它从繁荣到消失的主要原因，包含了消费者购物习惯的转变，就百货公司比较好逛，然后梦时代跟 Costco 的竞争把它禁掉了，就量贩店的话，它又比不赢 Costco， 跟高雄的交通日后才改善，它撑不到轻轨通车的那一天，它没有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结论是，即使当年再辉煌的购物中心，会员人数那么多，大概高雄家家户户都有金银岛的会员，还是只要你没办法适时转型的话，那你还是会被时代的巨轮这样子碾过去，就没办法嘛，转型转不过去就居掉了，逐渐的被市场淘汰。那现在这块土地被建商买走，然后盖新的住宅案 AI 目光城，那应该会再度带动附近区域的发展。因为那个户数有够多的，那是很大的案子，将来人口进驻完成了以后，附近吃的喝的虾皮店到店什么有的没的又会开出来，就这样应该有办法持续的去影响当地房价的走势。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金银岛会倒那最致命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嘛，也是它旁边的地，什么布鲁勒谷，对不对好来 A 卖场没有冷气， B 电商兴起， C 柜姐不够漂亮。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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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凯旋四路凯旋四路那边我说真的超荒凉的嘞，真的是荒凉嘞。然后为什么？因为它一边是军用的设施，金银岛这边是另一边，它另一边是军用的，什么东西的军用？205兵工厂
205兵工厂。那205兵工厂是特贸用地，将来就是会盖像一撮啊，像南港那边什么中国信托金融大楼啊那种东西，因为它是特贸用的。好，所以未来应该也是有点可以期待。像之前的谣言嘛，不是说高雄准备好了要欢迎 NVIDIA 来高雄设厂，如果你要的话，205兵工厂这块又大又方正，市区进机场、进国道、进捷运的土地你就拿去吧。总之就是这么大一块土地，AI 目光城就在对面，然后旁边还有就是你现在过去如果你骑车开车你去那边的话，你会发现说这边怎么那么荒凉真的是荒凉。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就是在凯旋瑞田站还有一个夜市，那个夜市好像也都做不太起来我只逛过一次。刚开幕的时候，它那个夜市一直换人经营，像最近叫什么什么港都浪潮夜市吃的喝的东西都差不多，就是热闹一阵子然后又没了，热闹一阵子又没了反正就是这样。真的什么时候会路过凯旋四路，就是你要去瑞隆路那边你才会路过，那就跟着轻轨走过去。但是未来我个人认为它的发展一定会发展，没办法，你对面是205兵工厂那么又大又方正的特贸土地呢，然后还会有新的公园。好，那就是看未来什么企业来标这块土地，然后经营成怎么样，有多少人在这边上班，就是要等啊。我的意思就是要等啊，因为205兵工厂那个 NVIDIA 看起来就是不会来嘛，下一个要等谁来还不知道谁够格来使用这个土地也不知道，然后特贸6还流标，所以就是要等啊，等出一个眉目。我个人未看现在也10年了，所以你说这附近的中古屋你要不要先进，我也不知道。如果你钱真的是足够的多，10年15年你都不会用到，你要上你再上。我们现在还是做确定会有搞头的地方就好了，比方说亚洲新湾区那个范围里头，靠近高雄市总图啊，靠近高雄软体科学园区这边的中古屋，我们先做这边就好了。为什么不用等呢？几乎是完全不用等了。特贸3北基地动工，特贸3南基地北侧动工，特贸3南基地南侧动工然后特贸2红海捷运 Y15 连开案，预计2034年会完工，然后特贸1准备要处理要招标，就这样那这边的话是很明确确定的。205兵工厂真的要看除了 NVIDIA 以外，有谁有这么大的实力去把它开发起来？不知道。那如果它变成一个园区就是有数百间数千间公司塞在里面，就很像细致不是有那个什么细科大楼吗那种的话，又怕里面又会久了以后又变成下一个85大楼，我也不知道那这个的执行就是考验高雄市政府的智慧了。赖瑞隆现在是立委还是议员反正就是下一届高雄市长很有潜力的候选人。他说那边要盖大巨蛋，因为演唱会试运的这个场馆毕竟就是露天的，很怕下雨。那像这次 BLACKPINK 的演唱会虽然大获全胜，但真的是好在呢没有下暴雨，如果下跟台北一样的暴雨还有 GG 了所以他说那边要盖大巨蛋，我满在。我个人是认为那边盖大巨蛋很浪费那如果是 NVIDIA 来那最好最强。那如果不是 NVIDIA 来，我还真不知道哪个企业有能力去 hold 住这个地方，你就看看吧。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
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